Akhil Fitri。大家好。大家好。今天要跟大家介绍一个非常独特的生活在大马的经验。3月21号开斋节是我们生活在大马的第1155天，怎么回事呢？我们经历了什么呢？一句话告诉大家，王太。我们去参加了开斋节的 Open House， 而且是在文东一个马来朋友的家里面，所以很独特。那么我们从沙登驾车2个多小时，因为很塞车，去到文东的一个干泵里面，到陌生人马来人的家里参加他们 Raya Celebration 开斋节的 Open House Celebration。 我们看到什么，听到什么，想到一些什么，它给我们带来一些什么样的启发呢？这就是今天要带给大家的内容。如果你是新朋友啊，我叫威廉，和全家还有一个小孩，我们一起从上海生活在大马，目的就是为了追求自由，寻找幸福，看看人生下半场在马来西亚做一个实验能否成功呢？我们提供自己个人的真实的感受，也请您订阅。Akhil Fitri Just learn that. Thank you so much. Selamat Hari Raya. 好，那我先来问一下王太，这是我们算是第一次这种经验。以前有想过吗？去马来人家里？想过，因为我们有朋友，雪梅姐有跟我们，还有杨哥跟我们讲过嘛，说马来人非常好客，哪怕你就是在甘榜自己闲逛的时候，你看到马来人如果聚会，对，你可以跑过去跟他说我们是中国来的，可以加入，他们就会很热烈的欢迎你嘛。对，因为我听到这种好客热情的这样的一个个性，我就一直在想，我会不会有一天也有机会走到马来人的家里？是，我在心里也盘了很久啊。他们尤其说你是外国人，只要跟他讲你是上海来的、中国来的，他们会很热情的。沙亚达利奇呐，我想我已经盘了很久了，就差找到一个干部，哪里有马来人聚会。其实去年我们去清真寺的时候，你还记得吗？有一个宗教师，他也说你到我们家来，但我们一直没有这个机会，一直想要去，这次有了。那我就要问你，既然想过，但是我记得啊，我们要进这个干泵的时候，你跟我讲，你是很担心的，你在担心什么呢？一个是担心自己有些什么举止错误，然后引起了冒犯，然后对马来有族的朋友们是一种很不好的这个不敬嘛，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其实作为一个非常I 人，就我在想，会不会像以前去你们家的时候，第一次去你们家，大家过年过节好多人在那边，但是没有人认识你，然后所以对你可能在那边你就是被冷落，然后你也找不到机会去跟他们融入。对，因为我也不会讲马来语，对不对？所以我就在想，这个如果是像马来朋友在message 里面跟你讲的是很多人都会来庆祝的，我们是不是根本就没有办法融入到这个活动？是时候跟大家介绍一下，怎么我们这次会有这样的一个机会？实际上呢，是一个马来族的女士啊，也是我的一个观众。你没有听错啊，她是通过看英文字幕看了我的一些节目，然后呢，她说没有想到你还想多了解我们马来人的习惯。那正好开斋节早大概差不多1个月前就邀请我说到我们家这边来。对，然后他们通常的庆祝整个仪式是怎么样的，要持续几天，发了一些照片给我。那我就觉得哇，一方面他这么热情，对，然后我们又一直在想这个事情，并且这位女士她的英文又特别好啊，让我觉得我们沟通应该会非常无障碍的。对，她应该对吧？读他的留言，还有他给你发的一些 message， 你会觉得这是像诗一般的英语的这个组织语言，就是在我认识的马来的有限的马来人朋友里面，他可能算是顶尖的 top one 了，可能就跟我们认识的那个Hashim 那个 level 一样好的这样的一个英语，我觉得叹为观止。对，我也觉得他一定是接受过很好的教育。那么他的家族是怎么样的？哇，真的是激起我很大的好奇。去吧，那我们就在开斋节这天驾车就去了。说起来也很好玩，这一路这个 Waze 给我规划的路线经过了很多马来干泵我们这个题外话一路看到各种各样的人从车上下来，一家子，穿着有几个都是穿着几个家人之间穿着一样的衣服，但都是华服啊。这一路都看到从车上下来的，开着这个摩托的，对，太有意思了。平时你看马来人，他们可能穿的就是我们现代的大家都会穿的 T 恤啊、衬衫啊、裤子啊，就是男士。但是那一天，你看他们穿的是传统的马来服饰，而且这个马来服饰的这个
衣服的这个面料，你感觉是像缎面一样的，非常华贵哦。然后还非常精心，就像你所说的，一家人他们好像出的这个传统服饰是家庭套装系列。所以虽然塞车也没有感到怎么样的烦躁反而把这一路当成风景。好，那我们就到了他们的家了。我们来问一下王太，刚到他们家第一感觉是什么样的？我是不是来错人家了？因为我一眼就看到他的庭院里面坐着一些这个，一看从面容就看出来是华人的那个感觉嘛。然后这个马来的友族，他的这个长相也是非常的大方，也感觉好像和华人有几分相似。我想，是不是华裔穆斯林啊？当时有这样一个错觉。我也是啊。首先当然我想说一下，我们这位朋友认出我们就非常热情的招呼我们下车进去，一下子心中可能有的那么一点点陌生感、紧张感也就完全没有了。就像去了一个熟悉的朋友的家里，但它背后有文化因素。不要走开，等一下我们还会讲关于 open house 的这个文化。然后我看到的场景跟你是一样的，一个老奶奶，明显是华裔嘛，对吧？没有包着头巾啊。旁边更加年轻的一些很清瘦的另一位女士，也是跟她坐在一起，对面是2个马来人，显然是她的家人，他们就坐在庭院里一起说笑吃喝，看到我们也打招呼。他说这是我中国来的朋友，他说你好，然后说上海怎么样，我们就聊起来。我在想，这个家庭难道因为他们组成不太一样，所以他会邀请我们，他有中国因素是吗？对，我也有这样的想法但是这个答案之后就会揭晓了。我们先来说一下，那邀请我的观众他是怎样的一家人。他的父亲呢，坐着跟大家聊天，他的父亲已经快要90岁了，但精神还是很好。然后他还有他的兄弟，他的这个妹妹，还有很多家人都在家里坐在不同的地方，有些在休息，有些呢在准备食物，有些呢就坐下来在吃东西。那么第二个场景，我们这位朋友跟我们寒暄了一下，然后就把我们迎到他的这个客厅的那个张长桌上，准备吃东西。我其实这时候在想，这时候饭点已经到了吗？来了就吃了，难道是一直在等我们吗？对吧？我们其实还没懂这个文化。I've never been in Malay people's house. Yeah. We have streams of people coming and go throughout the day. So it's you can come at any time of the day. Does it have to be people that you are familiar with? Naturally, yes, but we welcome anybody. So if we have like stoppers, passers by, if they don't know where to go, they can just come and we welcome them. Not really. Have a seat, have a seat. 刚才你来说说看吧，这个第二场景怎么样？第二场景你就会发现说，家里面怎么都是开宴席，就是那种流水席的感觉，就长桌子上面，在客厅里面有一桌，然后我们看到的那个华人朋友在那个庭院里面还有一桌，还在那边，就是桌上摆放了各种各样的食物，都是用玻璃罩子都已经罩好了，一看就是开斋节吃的那个竹筒椰浆饭啊、人当菜系啊，就这个样子。我想，这个是，然后一进去他们就招呼我们说，你们来吃尝尝看啊，这来请随意吃。我还在纳闷要不要你们也吃，然后外面的人要不要进来，我们还需要等谁吗？因为在我们的观念里，吃饭就是一桌人，大家到了时间这个点，然后所有人坐下来，然后有人说开始，甚至说上几句才会开始嘛。对，要有个饭点的概念。后来现在我们就和大家讲，我们才了解到，哇，这个就是在大马其实是一张名片，open house。在其他类似的国家，比方说新加坡啊、印尼啊、文莱啊，也有 open house， 但它跨种族的程度和它这些热烈的欢迎，甚至是陌生人可以到家里来，真正的 open house， 夜不闭户，几天的庆祝，任何人来我都招呼你去吃下。对，这是大马非常独特的一张名片。对，open house 以前刚来马来西亚，我完全不理解什么叫 open house。然后政府的那些活动也可以叫 open house， 然后学校里面如果像孩子学校里面的一些活动，他们马来西亚的妈妈们也跟我说这叫 open house。然后今天我才去了他们家，我才发现就是 open house 就类似于 be my guest， 就随便你路过的村庄的人，只要你愿意想要认识新朋友，想要吃点东西的话，你就可以走到这个马来人家里面，对，然后打一个招呼进来，你就可以坐下来吃。然后主人就会，如果他有时间的话，就会陪着你一起，然后聊聊天，然后就是一个真的就是 the house is open。它是马来西亚的一个非常代表他们一种 hospitality 的文化，就是源于社区的，对的，然后被学校国家办活动来引用那也解释了门口我们看到的那个老奶奶，对吧？我们迎接我们的主人也告诉我说，她就是我们的邻居。老奶奶也跟我们讲，我们做了50年的邻居了，对吧？还是我们这一位马来朋友的 godmother。
啊，对，他说啊，虽然啊，你看我马来人，但我就不会称他为马季，或者是男士称为马季，我们就叫他Andy， 对吧？他来，然后就到我们一起参加我们的活动。华人新年我们也会去他们家，对，我们是有真正的融合的。我们也看到这个 open house， 甚至于我们吃的一半的时候，发现门口有几个小孩子，对，骑着脚车停下来，稍微张望一下，就很自然的走进来了。对。然后他说喏，你看，即便是陌生的小孩来，我们也会招呼。当时，对，然后朋友说，我也不认识他们，对，来了就来了嘛。他说我们小时候也是这个样子，然后父母带着我们去串门，一天有的时候要串9到10家，然后我就说他吃9到10家，然后对，然后就吃得很饱，然后走到下一家去，基本上又可以再吃一顿啊。但是有时候太饱了，就跟别人进去 say hi 一下就好了，对。看我们这位观众的兄长跑到门口和几个小孩子打了几声招呼，小孩子他们就洗了洗手，在外面吃了一下，跑进来就坐在椅子上，自己拿着碗碟就开始吃了。哇，好自然。是的。我觉得说，这个吃饭的氛围和文化是不一样的。对，那我们来讲一讲吧，我们吃到一些什么东西，这个也很有特色啊。来，你跟我们介绍一下。其实这个我印象最深刻的是2道人当的菜，其中一道是人当的这个肝和这个肺，应该是牛的肝和肺吧。我们这位马来朋友说这是他妈妈的 recipe， 然后他一下子好像是做了15斤，12公斤啊，12公斤牛肉。This is my mom's recipe, the way she taught us. My mom passed away in 2023, so I continue the tradition. 一整天啊？对，整整一天就是洗啊切啊，大家也会知道，就做人当特别费事嘛。其中有一个就是炒椰子的这个这叫什么椰丝嘛，要炒出油，这个就很费事儿。然后他跟我讲说，他们都是step by step， 可能第一天先把这个椰子炒好，然后第2天就是单做人当，对吧？除了这一道人当肝和人当肺，还有那个人当牛肉也很好吃。就我们这个朋友怕我们觉得辣，但是我觉得这个辣度真的是非常的好，非常好，而且很下饭。那个 Kerala rice，我还试着用他们的这个水洗了一洗手啊，这个就在马来人家里用这个手来吃，我觉得也是一种文化的体验。This is called candy. It has a name. Candy. You mean the bottle or the whole thing? The whole thing. This whole thing is called candy. So we use this to wash our hands traditionally. So you find this quite a lot in Malay houses. Okay. Is it for everyday use or only used in a holiday? No, everyday use. Everyday use. 还有就是他们传统的应该叫辣椒鸡吧，以前 Auntie 给我们做过，因为我吃到了马来人做的那个版本是更可以说是类似于中国的古老肉这道菜，是甜辣辣的，颜色很接近啊。另外有一道非常像咖喱鸡的这样一道，就比我们传统的咖喱鸡要再更汤汤水水一点，但是里面是放了豆子的，还有长豆、胡萝卜，对，还有矮瓜，是当然也非常好。冷棒也是有的啊，我也吃了好几块。对，整个过程呢大概就是这样。那么一边吃，我们一边还有机会可以跟他们聊天，了解到很多他们开斋节的一些文化习俗，这对我们几乎每一句话都是大开眼界，都是新鲜的经验。是你给我们介绍一下吧，你有哪些让你印象感触比较深刻的？我印象比较深刻的是我们在坐着聊天，就是这个女主人会跟我讲一些她制作这些菜肴的一些 recipe， 然后一些原料，然后甚至把这个原料拿给我看，我印象太深刻了。尤其是她自己也是母亲的一个 secret recipe 的一个蘸那个粥块用的这个沙爹酱，是用花生炒完之后还要用到的棕榈糖，那个棕榈糖拿出来就是非常漂亮，是用这个干的好像是竹片包起来的，捆扎起来，简直像工艺品一样的。然后他看我们这么好奇，还给我们切下来让我们尝了一下。这个糖的这个味道是非常丰富的，它不是齁甜，它是非常温和的，但是吃到嘴里竟然是一种鲜甜，太美妙了。有点像我们中国的红糖。对，就你感觉是有很多的就是粗犷的这个粗粝的味道在里面，非常好。我们在他们家还做了很多事情，我们看了他的一个亲戚现场给我们做那个 syrup 啊，虽然我在小视频里面看到很多人一个大的塑料大桶但是过程类似的，放冰，然后呢放水、放糖浆、放那个叫什么 creamer， 然后把汽水 FNN 的汽水倒进去后就这样搅拌。他说只有他每年都是他能够做这个 recipe， 然后每家做出来的各种菜、各种饮料口味是不一样的，所以大家有时候会到不同的家里面去吃。
Ladies first. Oh, thank you very much. Thank you. Drink up. 他呢还给我们吃了很特殊的马来人的年饼 Raya 对 Cookie 是吧 ？Raya Cookie， 对，就是他们的那个。他们说其实现在也会融合嘛，就是华人的一些，他们讲到了 Love Letter， 他们也会吃，然后讲到印度的 Morocco，然后给我印象最深刻的是他们有一道传统的年饼是炸那个 spinach， 对，就是炸的菠菜。对，他跟我说那个菠菜是要有一种特殊的一个原料，先在冰箱里面，要静置1个晚上之后，再裹上面粉去油炸。我吃到嘴巴里面这个炸菠菜的感觉，就像是在吃炸薯片，特别香，像天妇罗一样的，就是薄薄一层。对，这个真是太新奇了。This is spinach. Spinach. Oh, are you fried? Yeah, fried. Ah, So special. Yeah. yeah, very It special. doesn't taste like spinach. It tastes like Like fritters. Wow. Beautiful. Looks like Japanese. Yes, chicken yes, food. yes. 然后看到一个很古朴的啊，说是这个祖父留下来的一个橱，打开让我们看这里面一个一个收藏的，像马来的这个短剑啊，像那个 eyeliner 那个比较这个像古早的金属的，对吧？一个容器。You have the ink inside. You put the ink inside, and then you use it. Oh, initially I thought this is a candle holder. No, this Wow, is it's so eyeliner. So we have, dedicated. Wow. yeah, we have different sizes. Ah. But this is more of Indian, Pakistan influence. Oh. Do you just collect them or your family uses it? Last time we used it, Ah, but we haven't used it for quite a long time now. in important days, right? Yeah. You use. Important for important celebration. Normally, during Raya, we used to use this before. When last time we have a full collection of this full set, but now we missed a lot due to moving. This is from Islamic influence. This is where you get when you go to Mecca for Hajj. Normally people will come back and bring this so that they can drink the water, the what we call what Zamzam water from the well, the Prophet's well. So we normally drink it in that cup. Oh, so it has specific religious use. Religious use. 给婴儿多大的时候，比方说100天的时候，给他身上撒一些玫瑰水，那个就有专门的容器，专门的东西，真的是还有一些某的专门做年饼的，对吧？收藏了一些 China 这个陶瓷的东西，对也在里面。所以我们通过这个就了解他们的生活。他们的文化，哇，这个我觉得是非常宝贵的，也很感谢他，很耐心，一点一点。我们任何抛一个小问题，他会从头到尾来跟我们讲一讲。对的，对的。然后我觉得印象最深刻，我最感动，差点要哭出来的，就是他跟我们讲述说，他们在开斋节的当天，他们会进行的一些这个仪式嘛。尤其是他讲到有一个仪式，就是他们家庭成员会互相进行这个道歉，然后还把他们的这个视频就发给我看，我就看到他们这个已经快要90岁的老父亲坐在那里，然后他们每个孩子过去就俯身，然后在父亲的耳朵边上面耳语几句话，基本上就是贴着他的脸说几句，对。然后好像就是相互握手，然后就孩子再把父亲的手放到这个对心上，就不知道为什么就这个场景我觉得特别感动，所以我就问那个朋友，我说这个道歉就是小孩向父母道歉嘛？他说其实也是相互的，但是一般来讲可能就小孩会道歉多一点，但长辈他们也会啦。所以就是感觉说每年大家都要做这样的一个仪式，而且每年这个仪式就是在早上去早上在家里念了1遍经，然后再去清真寺念1遍经，接下来就是做这个事情，然后再去扫墓嘛。我就感觉说这真的是我第一次明白说开斋节是一个 family oriented， 就是以家庭为中心的这样的一个节日。这是你的一个观察。那么我们讲一讲文化层面啊，我也有一些观察。我发现首先马来人还是非常安静的。你看，经常有熟悉的亲戚、陌生人，像我们这样外国人进入这样的一个屋子，但整体的音量是很低的，不像我们在中国的时候过新年，哇，这个亲戚的各种。反正是很吵的，很热闹，但同时呢，声量也是很大的。他们也很懂礼貌，每个人进来，基本上小辈像长辈啊，长辈像他们的父辈那一辈，
都会表达各种各样的礼仪。对，还有我觉得他们并不像我们想象的好像人很隔离的很远，他们还是很亲密的，走的时候会拥抱，对吧？见面的时候是亲吻这个手，有的时候虽然就是男女之间是不会嘛，对啊。然后我走的时候，你说他们家里面的教你啊，怎样握手？女主人还有几个女性长辈跑过来都跟我握手，他们那个握手的方式就是双手对，要2个手掌就是要轮流这样互握之后，然后再一个双手放到心的位置，就是说把这个温度 bring to your heart，bring to your heart， 就真的是非常温暖。对，我就是个陌生人，可以跟他们有这么近距离的肢体接触，我真的没有想到。对的，非常感动。我还发现呢，马来人不像我们想象的好像很严肃，我普遍觉得马来人其实很幽默的，很乐观的，因为他们一直会讲就笑起来，然后有时候再讲一些笑话，比方说请求父母原谅，他说有时候我们说我们家族那么大，这个讲完以后我又可以犯错了，然后再去排一圈，我可以再轮回来道歉，这挺幽默的。对的，就是非常刷新我的印象。最后我想讲一点，就是让我没有想到的，其实说实话，平时我们华人接触的比较多，好的有，听到的抱怨也比较多。我总觉得大马呢有一点就是这个民族管这个民族，那个民族管这个民族，互相之间的融合，好像我在想他们是不是出于一种 courtesy， 对吧？对，会说有族怎么样，你看我们大马融合，但你们真正交融的例子呢，我是没有看到。但是在那一天，还有通过这个我们观众所讲述的，我能够真切的体会到大马真的是把民族融合放到一个非常高的位置，对吧？比如他告诉我，小学时候他们的 5 pillar 这个教育就讲了各个民族要互相团结在一起，是融入到他们的教育的底层之中的，对吧？然后他也真实讲到，你看 Auntie 对吧？他到我这里来，我华人新年也会到他那边去，虽然我们宗教仪式上有 boundary 确实有，但比如说我们的邻居过世了，我们至少人也会去的，去表达我们的一些哀思，还是会有的。就他真的没有觉得说这个只是 Chinese， 那个是 Indian，他真的就把它当成是就是一个邻居 ，just 我是人，我就是一个人，然后那个也是一个人，然后人跟人之间有应有的都有，我们非常清楚自己的特点和 boundary， 但是他那种融合是自然的，是主动的，这个是我在他家才真正的感受到。是的，我还问了他一些问题嘛，然后他的回答当中让我最印象深刻的其实是有2句话，一句是他说马来西亚人他们普遍都有一种文化，就是他认为这是一个非常独特的人对人的评价，马来西亚人他们是 we don't look down on people。他不会把你看扁，他不会看不起你。他说你普遍，他说他因为他以前也是在国外留学，然后生活工作的这个经历之后，他发现说马来西亚的这样一个是非常独特的。对，尤其因为他去英国留学，我相信那个 hierarchy 还是蛮多的。他说这里哪怕是见这个荣誉等级很高的人吃饭，大家也说你不要浪费钱啊，然后穿着都很休闲。这个很特殊。他也说提到了，不然不管以前是 BH 执政还是现在 PH， 他说政府有一点基本上都是把人民的福祉放到蛮高的一个位置的。对，就是他说这政府的福利支出给到人民总是有这么多是 guarantee 在那边的，对吧？还有一句话他说他的观察认为说马来西亚人其实是不喜欢 confrontation face to face confrontation， 所以就很少看到像我们中国很常见的街头的那种失控啊、发飙啊、相互对骂这种场景其实是很少的。我说那是为什么呢？他说这好像就是你是刚刚讲到他们在学校里面从小接受这个 5 pillars 的这样的一个学习，而且他们觉得说哪怕是面对一些过去历史的这个伤痛，他反复提到了513，他说我觉得他很坦诚。对的，他说513对他们最大的一个教育就是说我们是怎么去面向未来，这件事情以后绝对不能让它再发生，那么我们可以做哪些事情。我没有想到他会反复提到这样一个事情。而且我觉得他们的观念，我觉得从政府的教育开始都是一以贯之的，比如你问到日据时候的那些事情，他也讲，那在政府的叙事里面更多的是说 OK 这是一个 facts， 然后我们要做的是怎么 move forward think forward， 然后去未来做一些什么，所以大家会避免这种 confrontation， 这也保证了他们的融合和这5个 pillar 可以站得住大马今天我们看到的社会，对吧？而且他会讲到说就是一件事情发生之后，比如说我们讲到日军占领时期的这样一些往事嘛，他说就政府在他们学习的教育当中不会有这种所谓的仇恨教育，因为他们觉得说这件事情今天可能是日本人，其实世界上所有的人都可能对你做这样的事情，他们就是要放眼于未来，说这件事情怎么样不要让它再发生。是，我都觉得政府啊这些都是做得很好的，而且从一个普通的老百姓身上能告诉我们，这是令我们啊感触比较深的，
印证了为什么我们生活中看到的，我们都会说马来西亚人很善良，我们看到的这种 hospitality 很多，然后人与人之间、种族与种族之间相对是比较融合的，这也得到了一个更加高屋建瓴的答案。从一个马来人这样有教养的一个马来人的嘴里得到。对的。还有一个我觉得是很多我们其实马来西亚华人观众跟我们也讲到同样的一句话，就是走过世界上很多地方之后，然后你才会觉得说还是马来西亚最好。这位我们的马来观众他也是这样讲的。是啊，他说啊，你看我们马来人是很 lay back， 我觉得他是很骄傲于这一点的。而新加坡是基于很多的 rules， 所以它是很发达。马来西亚是有很多的 flaws， 但是他更享受在马来西亚的生活。我真的很为他这句话点赞啊！他把现状看得非常清楚。对，因为他说从小在马来西亚觉得就是应该这样 as a norm 的这个事情，你会发现走到其他国家，这变成是一种礼遇，或者说是可遇不可求的这种奢望，对吧？所以我觉得，这个真的是跨越种族，大家马来西亚人的一些心声啊。好，这个 open house 它 open 的是我们的 mind 和我们的世界观，这就是我们在大马生活第1155天的人生实验的一个实验报告，您觉得怎么样呢？和您的感受一样吗？也欢迎你来补充评论最重要的帮忙点赞一下，或者是点一个小爱心。Thank you， 拜拜，拜拜，拜拜。